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以色列奇袭伊朗背后如何计划，如何实施，将来对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色列说干就干，会不会落入赢了战斗输了战略的陷阱？逼急了的伊朗会卡住世界能源的咽喉吗？战争难道真的要成为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旋律吗？2023年10月7日，数以千计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骑着摩托车，手持冲锋枪，呼啸着闯出围着加沙的隔离墙，冲入以色列南部，开始了一场肆意的屠杀。在他们被鲜血刺激出的亢奋中，这些来自巴勒斯坦的年轻人绝对不可能意识到，他们一天的狂欢却唤醒了一个眼看要睡去的猛兽。从那天起，以色列这个奇特的国度再次回归了为生存而战的模式。世界过去几十年的常规，在他们眼里已经一钱不值。时间快进11年8个月，如今以色列再环顾四方，一切都变了。西南面加沙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成为一众哈马斯领袖和2万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坟场。北面黎巴嫩的真主党被彻底打残，从最高领导人到中层骨干非死即伤。东面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一夜崩塌，以色列势力拓展进入了叙利亚领土，并把叙利亚所有像样的现代武器悉数炸光。但以色列真正改变中东和世界格局的事情，却是他在过去2天干的。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奇袭，是过去20年中东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首先，从军事角度看，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开创了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缜密的战争准备，长时间练的连环实施，对人心和现代武器的综合驾驭等等，这个战例必然会成为战争史教科书级别的素材，被未来人反复分析解读。单单从数字上看，两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说是一个数量级的。伊朗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以色列在质量上占优势。伊朗有61万现役军人和35万预备役人员，以色列有17万现役军人和47万预备役人员。伊朗有335架战斗机和57架攻击直升机，而以色列有345架战斗机和43架攻击直升机。伊朗有12种中短程弹道导弹，而以色列有5种弹道导弹。伊朗声称有多层次防空系统，包括俄罗斯的 S-200 和 S-300， 还有伊朗自己的本土防空系统。以色列也有一个著名的多层防御系统，由铁穹、大卫弹弓和箭式系统组成。不过，伊朗的人口是以色列的近10倍，国土面积是以色列的80倍，因此从传统意义上讲，以色列是小国。这样的2个国家，通常哪一方都不会说打就真打的。前些日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点到为止的战斗场面，就是这样场景下2国之间通常的战争模式。但是以色列不是一个常规的国家。前面我们提到了10月7日惨案，让以色列进入了困兽思维模式，就是如果我的敌人不死，我迟早会死。现在的伊朗政府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还武装所有反以色列的中东武装力量。因此，以色列强硬派领袖内塔尼亚胡在过去30年就一直看伊朗不顺眼，把伊朗研发核武器看作是以色列生死存亡的问题。2010年和2012年，在他担任总理时，就曾2次想攻击伊朗核项目，但因为以色列内部多数派不支持，还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坚决反对，而不得不罢手。后来奥巴马做出数项重大让步，推动西方和伊朗签署了一个核协议，那一下就让伊朗感觉到这个核问题就是自己手中对付美国和西方最大的一张牌。川普上台后，虽然美国立刻宣布了退出那个核协议，但这也没有降低伊朗对自己手中这张核武牌的珍惜。10月7日惨案彻底改变了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必须用武力给伊朗做
核武器切除手术，快速成为以色列民众和政界的多数共识。2024年11月，以色列最亲密的朋友川普在美国大选大获全胜，内塔尼亚胡意识到攻击伊朗的最佳时间窗就在眼前，但每个人都知道攻击伊朗的风险有多大。这次行动的成败不但决定以色列的命运，还将颠覆中东乃至世界的格局。因此，内塔尼亚胡自己透露，他在去年11月就下令让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体系开始为这次袭击做全面准备。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已经深耕伊朗政府和社会很多年了。据内部情报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许多渗透工作都是利用反伊朗政府的伊朗内部人员实施的。1年前，以色列在伊朗革命卫队的内部机密宾馆精准暗杀了访问伊朗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那次行动用的就是2个他们潜伏在伊朗革命卫队高层的伊朗军官。那样的行动足以显示以色列情报部门对伊朗高层的渗透程度。前以色列摩萨德高级官员透露，从去年11月份以来，摩萨德就在伊朗境内开展了一系列极端复杂的秘密行动。他们偷运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进入伊朗境内，通过伊朗内部不同地区的特工部署在伊朗全国各地，甚至在伊朗境内还建立了攻击性无人机基地。目的是在以色列空军对伊朗空袭开始后，这些在伊朗各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在需要时可以被启动攻击伊朗的防空系统，为以色列的空袭扫清障碍。如果伊朗决定用导弹报复以色列，这些隐蔽的导弹和无人机也会在合适的时间对就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器实施攻击，削减伊朗的报复力度。此外，摩萨德的特工还对伊朗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以及重点的核武器专家实施了机密的跟踪，对他们的个人生活细节做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物质和情报上的准备在战争开始后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具体我们后面详谈。据以色列内部情报，内塔尼亚胡给以色列这边的准备时间是5个月。以色列原计划在今年4月开始进攻伊朗，那为什么最终推迟到了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3月份川普给伊朗的哈梅内伊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双方谈判开始后必须在2个月内达成协议。4月初有媒体更明确的报道说，川普给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从4月12日开始的60天内和美国达成一份符合他要求的核协议。当时没人把川普对伊朗的这个最后通牒当回事儿，认为这是他的又一次不着边际的大嘴巴外交。大家可以算一下，从4月12日到6月13日，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全面攻击的日子，正好是61天。据说今年3月份，当以色列向川普通报他们攻击伊朗的计划时，川普让以色列先等等，他希望再让他从外交途径试一次。最终，哈梅内伊选择拒绝了川普的要求，随后的一切就都成为了历史。从以色列到伊朗境内的各个攻击目标距离平均是1600公里，而以色列的数百架不同型号的战机，他们的作战半径只有1000到1400公里不等。因此，给这些实施空袭的飞机在途中进行空中加油就是必须的。数百架战机携带各种型号的导弹，奔向伊朗境内的不同目标，中间如何实施空中加油，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物流问题。而且以色列战机通常是要飞将近2个小时才能抵达作战地点。在这个过程中，机群一旦被伊朗发现，伊朗空军和防空系统如果被启动，并对以色列飞机实施攻击，那对以色列绝对是灾难性的。任何战争无论计划多缜密，归根结底其实都有赌博的成分。结果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以色列在13日的突袭成功的如好莱坞电影编导的一样，一切都按以色列最理想的场景展开。
在13日的突袭是以色列空军数百架战机分6个波次深入伊朗领空实施的，其中包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实施的精准打击。在数百架次的攻击行动中，居然没有一个以色列飞行员报告说自己被伊朗空军或防空系统攻击。伊朗这个在全世界145个国家中军事力量排名16的国家，好像一下跌回了石器时代，眼看着以色列军机在德黑兰上空飞来飞去投掷炸弹，却毫无反应。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以色列摩萨德在过去半年多在伊朗境内的各种机密操作。伊朗那些防空宝贝，什么雷达阵列啦、萨姆导弹啦，在以色列飞机还没到的时候，就被摩萨德事先在伊朗境内部署的导弹和无人机敲掉了几十套。同时，在以色列不同批次的攻击波中，都有大量的战机被特别安排来针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军事上叫做持续性压制敌方防空系统行动，简称 SEAD。此外，在6个攻击波中，以色列还特意安排了战斗机来对伊朗的军事指挥层实施斩首行动，效果是惊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空天部队司令，还有伊朗的一个高级战略家等等，这一众伊朗军方大佬全被以色列用精准导弹给端掉了。以色列摩萨德还从另一个层面参与了对伊朗军官的斩首行动。据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摩萨德通过对伊朗空军的长期渗透，对伊朗空军高层的运作了如指掌。在以色列开始进攻前，摩萨德利用他们掌握的情报，紧急召集所有伊朗空军高官到一个指定地点开绝密会议，成功把伊朗空军所有高层军官都骗到了一个地方。这些军官到场后，虽然谁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来开会，但谁也不敢擅自离开，直到摩萨德引爆了事先准备的炸弹，把伊朗空军高层给来了一锅端。伊朗空军从那一刻起，就在整个战争中基本开始玩消失了。干掉雷达就等于毁掉了伊军的眼睛，干掉防空导弹系统就等于打碎了伊军的拳头，用精准导弹破墙钻入伊军大佬的卧室，在睡梦中干掉他们，就等于打坏了伊军的大脑。结果就是伊朗军队一下被打懵了，整体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当然，击垮伊朗的核设施和相关能力是以色列发动这场突袭的核心目的。以色列从2个角度下手来攻击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一个是专家，一个是设备。就目前媒体确认的，有9个和核工业能力相关的伊朗专家被定点刺杀，其中包括2个核工程专家、4个物理学专家、1个化学工程专家、1个材料工程专家、1个机械学专家。从被刺杀的这些专家多样化的背景，就能看出以色列情报部门在信息搜集上是多么用心。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目前的情报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包括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的一个核设施，以及位于纳坦兹的另一个关键核设施。对于位于福尔多地区埋藏在山下60到90米深处的浓缩铀设施，也许因为其难度，以色列在13日的攻击中似乎没有直接针对。6月13日，在以色列完成了他们对伊朗的数波攻击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来讲话，一方面确认了很多伊朗高官已经被以色列变成了烈士，另一方面誓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最残酷的报复。于是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等待看伊朗会对以色列做出什么样的排山倒海的攻击。内塔尼亚胡也在针对以色列的讲话中警告国人，这世上没有免费的战争。在这次伊朗回击前，过去1年伊朗对以色列其实已经实施过2次攻击行动，分别是2024年4月的代号为真实承诺行动的第1次攻击和10月份的真实承诺行动2的第2次攻击。第1次攻击的力度最大，
伊朗一次发射了超过320件武器，包括170件无人机、30多枚巡航导弹和120多枚弹道导弹。那次是美国、约旦等国一起出手帮以色列拦截，最后剩下的基本都被以色列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层防御系统给拦截下来了。第二次攻击，伊朗主要是发射了200枚弹道导弹，主要是以色列自己出手，用各种方法拦截，也基本都给拦截下来了。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如果想突破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就是用尽可能多的导弹和无人机在同一时刻对以色列实施进攻，在一个短时间内让攻击武器的数量超过以色列防御系统能够承受的极限。根据过去这2次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武器数量，大家预期在以色列如此羞辱了伊朗以后，伊朗无论如何会把他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用史无前例的规模来进行反击。最后吃瓜群众看到的伊朗反击规模却是120架无人机和105枚弹道导弹，而这还是分了4波打向以色列的。从数量和质量上看，这还不如伊朗此前的2次回击的力度，只是这一次有个别几枚没有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住的导弹落在了以色列最大的城市特拉维夫的人口密集区，目前造成了3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尽管这次以色列遭受的伤亡是这3次伊朗攻击中最严重的，但伊朗如此不成比例的回击力度，还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他无法再掩盖的事实：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在伊朗境内安排的导弹，以及以色列战机在13日对伊朗的攻击，对伊朗的导弹数量和导弹发射能力的打击，真的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伊朗羸弱的回击再次背书了以色列这次奇袭伊朗的成功是多么巨大。以色列这次突袭能如此成功，有人分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以色列成功实现了攻击的出其不意。在13日发动袭击战前，以色列展开了一系列由媒体和政治高层参与的烟雾弹行动，就连川普也被他们拉来做了一次群众演员。以色列政府先是透露内塔尼亚胡正在北部度假，同时媒体报道说他儿子阿夫纳计划在6月16日，也就是星期一举行婚礼。以色列官方暗示，在他儿子婚礼前，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计划。然后就是美国和伊朗原计划于6月15日，也就是周日，在阿曼举行第6轮核协议谈判。而且媒体还大量报道说，川普告诉记者，内塔尼亚胡告诉他了，以色列不会在6月16日，就是星期一，对伊朗发动攻击。现在看来，内塔尼亚胡也没骗川普，以色列确实没有在6月16日启动对伊朗的攻击，以色列只是提前了3天，在当地时间6月13日就开始了突袭。6月13日被以色列击毙的伊朗高级官员，大多数都是在自己的家里被炸死的。美国这边都从伊拉克等中东各地撤离外交官员家属了，伊朗那边居然还都认为自己一点事都没有，没必要躲进安全屋避风头。由此就能看出以色列战前扔的那些烟雾弹是多么成功。6月14日，以色列参谋总长扎米尔对媒体正式宣布，以色列军方已经摧毁了以色列和伊朗德黑兰之间所有的防空力量。从现在开始，以色列战机会自由的以更猛烈的力度打击伊朗各地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轰炸没有一个明确的截止日期，只要伊朗还有要炸的目标，以色列就会一直轰炸下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最终还要回归政治。从古到今，衡量一个战争成败的最终标准，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政治目的。此时此刻看，以色列在战场上是打出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成功案例，但是以色列这种说干就干的状态，会不会让以色列最终落入赢了战斗输了战略的陷阱呢？
以色列这次突袭伊朗的目的，至少以色列的官方说法是为了阻止伊朗研发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但是我们前面也暗示了，目前伊朗至少有2个关键的核设施都是在地下或者是在深山的深洞中修建的，而且伊朗有计划会修更多的深埋地下的核设施。因此，如果单纯就是使用空军轰炸的办法，以色列其实是无法根除伊朗的核工业能力的。而以色列和伊朗远隔上千公里，也不允许以色列派地面部队去进攻伊朗。因此，有分析指出，以色列这次战争的最好结果就是能把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推迟几年，几年后这个问题又会摆在桌面上。不过以色列人当然不傻，他们应该是考虑过这些问题的。那么最终为什么以色列还是选择了战争呢？一方面，据说是以色列的情报显示，伊朗离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只有一步之遥，再不出手就晚了。另一方面，以色列可能也是希望伊朗会最终走上伊拉克在核武问题上的道路。当年伊拉克萨达姆也是想发展核武器，1970年代从法国买来一座研究用的核反应堆，以色列也是把那个核设施视为眼中钉。伊拉克在核浓缩铀的能力上有什么关键进展时，以色列就会立刻派战机过去对着伊拉克核设施一顿狂轰滥炸，把伊拉克的核研究基地给炸个底儿朝天。1981年6月，以色列的巴比伦行动就是以色列空军轰炸巴格达附近的奥希拉克核反应堆。那样的轰炸虽然没有完全终止伊拉克的核研发，但是的确有效减缓了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进展。直到2003年美国伊拉克战争后，人们发现伊拉克的核计划虽然比当时公开承认的要先进，但还是没有达到能制造核武器的程度。因此，如果以色列能把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不断往后拖延，也是一种缓兵之计。像伊朗这样的独裁国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拖一拖就可能拖到像伊拉克一样变天的日子。当然，要能走这一步，以色列需要首先做到一点，那就是需要彻底击垮伊朗的导弹和防空能力，保证以后随时需要轰炸伊朗都能说干就干。因此，我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会持续轰炸伊朗，轰炸的对象除了伊朗的核能力外，还会针对伊朗的导弹和防空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以色列还会希望伊朗能变天。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讲话中就特别向伊朗人民喊话，说这是伊朗政府最脆弱的时刻，伊朗人民只要这时站起来，就能推翻伊朗政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伊朗。就是来自这个思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统治伊朗的是巴列维王室，他们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好。当时2个国家都是中东少见的非阿拉伯人建立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因此，伊朗是少数几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在中东国家对以色列进行围剿的中东战争中，伊朗当年顶着压力坚持给以色列提供石油，对以色列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伊朗新政府以穆斯林教义为本，把以色列视为非法政权，并断绝了所有外交关系。2国从那时起就化友为敌了。基于这样的历史，目前流亡在巴黎的伊朗末代国王的儿子巴列维就一直保持和以色列的接触。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巴列维还发表声明，指责伊斯兰共和国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把伊朗拖入战争，呼吁伊朗的军人和警察推翻伊朗政府。不过，几乎没人认为这个伊朗的前王子巴列维目前在伊朗人的心中还有什么号召力。同时，很多人也认为以色列很难单凭空军轰炸就彻底削弱和击垮伊朗。但如果以后真的出现了，只要以色列发现伊朗在偷偷搞核武器和导弹，以色列的空军就二话不说过去炸了一通。虽然可能对于伊朗整体的伤害性不大，
但羞辱性却是极强。伊朗的嫡系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已经有很多年轻军官眼睁睁看着伊朗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就被以色列一次次打得满地找牙，这已经让他们士气低落了，对伊朗政权不断抱怨了。而这次行动又充分展现了伊朗各级政府和军队已经被摩萨德给渗透得像筛子了。以后伊朗政府和军队的人，谁还敢相信谁？同时，伊朗政府和军队也知道，大部分伊朗老百姓是巴不得他们赶快垮台，因此这时打民族主义牌也不好使。伊朗被以色列炸成这样，我也没在网上看到几个伊朗老百姓挥舞着国旗去支持政府的视频。未来，伊朗政府面对这样的来自以色列的持续羞辱，难道真的会什么都不干吗？狗急了还跳墙呢？因此有人担心，被逼急了的伊朗政府可能会用针对外部的极端行动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并向中东其他国家、向世界施加压力。在金融领域，有人分析，如果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让伊朗政府越来越绝望，孤注一掷的伊朗也许会效仿他小兄弟胡塞组织封锁红海海盗的做法，利用他的地理优势封锁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贸易的关键咽喉要道，全球1/4的石油贸易要通过这个海峡。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的大部分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里。海峡最窄处只有33公里宽，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关键瓶颈。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世界一些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就可能被中断，从而可能在全球范围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不过我感觉，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要走到那一步的可能性还真不大。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应该比较间接，因此在经济层面我不是太担心。最近石油价格是在暴涨，黄金价格也在上涨，我感觉这还是人们对这场战争在情绪上的短期反应。当然，我会对未来持续关注，如果有必要，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对未来预期做出及时调整，我会和大家分享。6月14日，路透社报道说，中共指责以色列，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伊朗。有人因此提到说，伊朗背后是中共和俄罗斯。今年1月份，俄罗斯和伊朗才正式签署了一个为期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协议中两国承诺各自保障对方国家的安全。而2021年，中共和伊朗也签署了一个中伊全面合作协议，这个为期25年的战略协议涵盖了能源基础建设、贸易、技术等多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伊朗的逼迫会不会引发中共和俄罗斯的极端行动呢？对此我倒也不担心，中俄顶多会从语言上表示一下，他们现在都是自身难保，哪里顾得上伊朗这个利益上的朋友？经历了10月7日惨案的以色列人，对伊朗说打就打，对伊朗高官说斩首就斩首。这种架势对现代世界的人来说，似乎有种很陌生的感觉。人类总认为自己在不断进步，其实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维度上看，人类历史从来都是轮回。有媒体用了下面这个说法来描述以色列和伊朗这场战争对世界秩序的深远影响，那就是外交已死，铁拳当道。我在准备这期节目时，美国纪念陆军建军250周年的军事游行正在直播，据说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游行。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上周四在以色列开始空袭后，我就在杰森新闻快递对内塔尼亚胡对世界的讲话进行了口译。这个讲话不到8分钟，清楚阐述了整个行动的动机、目的、规模和未来计划。如果有朋友还没看，链接就在描述栏中。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